周明啊，这一年咱们餐厅纯利200万，我和你妈当初没看错，这买卖确实做的。那是，也不看谁投的钱。安夏，你出来一下。来了。安夏，你虽然是在给我们家打工，但这一年的辛苦我们也看到了。所以我们老两口特意开了个会，商量了一下，除了工资，额外多给你发500块钱的年终奖。安夏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谢谢爸妈？叔叔阿姨，年终奖就不用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呦，瞧瞧，还是安夏懂事，这红包不要就对了。你是周明媳妇儿，拿这钱免得店里其他员工说闲话，影响不好。我就说安夏没那么小气。你也一样，以后在店里要注意影响。安夏呀，你和周明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结了婚，家里的财政大权得归男人，以后餐厅的账就让周明来管，你就别插手了。没错，女人当家，房倒无他，你就安分当个贤内丈，明白吗？你就安分当个贤内丈，明白吗？好，都听你们的。200万纯利发500红包，这吃相真够绝的。这分了红，心里就是舒坦。安夏呀，隋大厨呢，让他别忙活别的了，赶紧去后厨给咱们整几个硬菜。今天高兴，我得跟周明好好喝2杯。叔叔，今天下午没什么预定，我看隋师傅累了一年，就让他提前下班回家休息了。安夏，不是阿姨说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你懂不懂？这还没到下班时间呢，你就让他走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跟周明请示过吗？阿姨，我只是觉得隋师傅辛苦了一年。辛苦？谁不辛苦？我没给钱吗？不到下班时间就擅自离场，这种不守规矩的厨子要了有什么用？就是安夏，隋师傅是后厨的核心，你这不声不响就让人走了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板？哼，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安夏，我得提醒你，这感情是感情，工作是工作，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。别以为你马上就要嫁进我们周家了，就能在这个店里指手画脚。你得时刻记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在这个店里，你是给周明打工的。你看看这餐厅这一年的进项，那都是周明经营有方，你呢，也就是在旁边搭把手，别搞得好像这利润是你挣的一样。可不是嘛，这叫坐享其成摘桃子。要是让你这么个弄法，没等结婚，周明这点家帖就得让你败光了。不到下班时间就擅自离场，这放在哪家公司都得开除。这种不守规矩的厨子要了有什么用？安夏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他被开除了。叔叔，这样不太好吧？阿姨，辞退隋师傅这事儿真的得慎重。他是我爸爸10几年的老朋友了，当初人家是拿过金厨奖的，要不是看我爸爸的面子，哪能屈孙来咱们这儿？而且咱们店里那几个大客户都是冲着隋师傅那道招牌菜来的，要是换了人，味道变了，咱们这一年的口碑可就毁了呀。口碑？我儿子出的钱，我儿子装修的店，那口碑是他的。一个炒菜的，给脸不要脸，擅自早退，有什么可留的？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厨子满大街都是。你少在哪儿拿你爸的面子说事儿，我周家不吃这一套。我已经都联系好了，周明他大伯以前在乡下开过农家院，那土菜炒的才叫一个香，人家过2天就能上岗，还没这些臭脾气。周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周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原来这一出开除主仆的戏码，你们全家早就对过剧本了。隋叔叔，对不起，周家那边说不用您过来了。安夏呀，叔叔早就太正常来了，在他们这种人眼里，咱们都是工具，你千万别因为这事儿上火。可是，是因为我的原因才把您请出山的。傻孩子，你就是不跟我说，叔叔过阵子也打算歇歇了。你忙你的，叔叔就在家待着，以后只要你有用到叔叔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当初创业，周明只出租房的钱，我出人脉、出精力、出技术。雨薇是我跳楼价请来的专业经理，隋叔叔是我求爷告奶奶请来的主厨。我把这儿当成共同的梦，他却把我当成一个发500块红包就能打发的打工仔。周明，你想清场独吞？好，那咱们就好好清算一下。安夏，你快来餐厅！你男朋友他爸妈疯了！你快来餐厅！你男朋友他爸妈疯了！他们要把
赶走，还要抢我的电脑。雨飞别怕，护好东西，我马上就到。阿姨，这是我大学毕业时我爸送我的笔记本，发票还在我家里，你们凭什么不让我拿走？呸！你说你的就是你的，我还说这餐厅地板是我的呢。这电脑在店里放了1年，那就是店里的公产。你叫他一声，他答应吗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想偷拿周家的东西，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。周明，你是瞎了还是聋了？就这么干看着你妈欺负我朋友？陈安夏，你疯了！有话说话，动什么手啊？说话行。那台笔记本，宇飞第一天来上班就带着，当初还是你亲手帮他连的 WiFi， 你现在跟我说你记不住？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挺日理万机的，哪记得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？就算电脑是他的，可里面那套网上订餐系统也是他的吗？那可是餐厅花精力运营的，这我没说错吧？拿过来吧你。好，既然周老板舍不得那套系统，咱们删了不就结了？宇飞，现在就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个订餐系统彻底删了，一个字节都别留。陈安夏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那系统里还有未来1个月所有客人的预约和定金。周明，从昨天分红你妈拿那500块钱砸我脸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不对劲了。昨天你爸妈联手赶走隋大厨，今天又在这儿为难雨熙，你真当我陈安夏好欺负啊？周明，做人不能这么没良心。安夏为了这餐厅付出了多少，你没看到吗？周明，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？你不就是想独占这家餐厅吗？你有话不会直说，在这跟我搞这些背后捅刀子的弯弯绕，不就是想逼着我主动退出，让你好名正言顺的接手吗？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以后考虑吗？那咋啦？我有话就直说了，这家餐厅从房租到装修，哪一分钱不是我儿子出的？陈安夏，你就找了那么几个人瞎吆喝两嗓子，凭什么就要分走我儿子1半的钱？管了几天账就真把自己当老板娘了，还要不要点脸？哼，你妈说的对，这餐厅能有200万利润，那是我儿子投资眼光好，跟你那几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周明，这1年，隋师傅加班到半夜，从来没提过加班费。宇飞全年无休守在店里，我为了每一个好评低血糖晕倒在后厨。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？你在忙着钓鱼、打牌、喝酒。现在你跟我说餐厅盈利全是你的功劳。陈安夏，你也不用在这愤愤不平，你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我都一清二楚。你把大厨和经理全换成你的人，不就是打算将来跟我谈条件拿捏我吗？我妈说的没毛病，我要是让你这女人给拿捏住了，我在这片还怎么混？好，真好。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安夏，我退出。这1年的努力，就算我陈安夏喂了狗，从现在起，这家餐厅跟我再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周明，咱俩分手吧。周明，咱俩分手吧。滚！赶紧滚！2个丧门星，离了你们，我周家要发大财了！呸！陈安夏，真以为我儿子离了你就什么事儿都做不成了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你天天搞那些网上没用的玩意儿，我家餐厅早就月入100万了。你耽误了我儿子多少挣钱的机会？安夏，你别拉着我，周明他爸妈简直不是东西，可你没必要因为我跟周明分手啊！那家餐厅可是你这1整年的心血，你起早贪黑为了什么？现在就这么走了，你这不是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让人了吗？拱手让人，宇飞，你觉得我陈安夏会把宝贝让给他们？那可是年利200万，一家马上就要倒闭的餐厅，我才不稀罕。宇飞，这2天的事儿你还没看明白吗？看明白什么？看明白他们没良心，他们辞退隋叔叔，紧接着就故意刁难你，这一切其都是做给我看的。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用这种恶心人的法子逼我主动滚蛋。1年200万的纯利润，这笔钱不仅让周明飘了，连他那对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爸妈也全跟着飘了。在他们眼里，餐厅之所以挣钱，是因为他周明有眼光。他们以为没有了咱们，那家餐厅该盈利还是会盈利，
可开餐厅哪有那么简单的？离了隋叔叔的手艺，没了我的经营和你的管理，他们周家那个店，充其量就是个东拼西凑的草台班子。确实，那老两口连进货单都看不明白。你就看着吧，要是按他们那种小农思想去弄，那餐厅早晚得出大事儿。那咱们总不能就这么算了，那是你1年的心血，你接下来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既然周明那么容不下我，那咱们就另起炉灶。有你给我当经理，再加上隋叔叔的一流手艺，你觉得我难道还干不过他那个即将变成农家乐的破店？陈安夏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早就有这个想法了？不是想法，是早有准备。周明那个人心里根本藏不住事儿，2个月前他就开始明里暗里的试探我，问我如果餐厅没了我，那些老主户还会不会来？他这人心眼子全挂在外面，明晃晃的，谁都瞧得出来。师傅，去商贸广场北路。安夏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这家烤肉店之前经营不善，老板急着出售，上个月我就把它对了下来。这可是黄金地段啊！虽然租金贵了1倍，但是胜在地方够宽敞，而且靠近核心商圈，称流量是那边的3倍不止。安夏，这1年的房租加上转让费，还要重新装修，你这是把你所有的积蓄都投进来了吧？是啊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要么登顶，要么破产。怎么样，魏经理，你还愿意来我的新店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？那还用问吗？陈安夏，你就是哪天突发奇想去开个炸串店，我也必须是你唯一的经理兼员工。那隋叔叔那边你打算怎么说？隋叔早就答应我了，他要带他那几个徒弟一起过来。周明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隋叔叔，您那行李箱先别关，旅游的事儿得往后挪挪了。安夏呀，我就知道你这丫头闲不住。怎么，新锅灶搭好了？搭好了，全城地段最好的位置，就等您这位金厨奖的大师回来镇场子了。成，叔叔这就退票。只要是你开的店，叔叔豁出这把老骨头也得陪你闯出个名堂。雨飞，看这张。雨飞，看这张。你看，乘客老王评论了，只要隋大厨在，地址发我，第一个去打卡。周大妈，这是今天要的生鲜，都是最高标。高什么标？以前那叫败家，以后不准送了，我自己去菜场买。弟妹说的对，农家乐哪有这么多讲究？烂菜叶子洗洗都能吃。这堆蔫了吧唧的青椒，3块钱我全包了，还有那筐死虾，味儿大点没事儿，多放点辣椒掩盖一下。这老太太心可真黑。谁让你坐下的？我给你发工资是让你来当祖宗的吗？给我站直了！上个厕所进去5分钟了，躲里面吃屎呢！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舀那么多辣椒油干什么？准备回家腌你妈的骨灰啊！你怎么骂人呢？辣椒油不要钱的，你是来吃饭还是来辣椒做的？吃那么多辣椒，上厕所不嫌屁股疼是吧？妈，别骂了，网上已经有人把视频发出来了，全是骂咱们店的。骂就骂，老子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饭都多，多舀辣椒油就是偷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大哥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妈年纪大了，脾气暴，您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今天的单我全免，再送你2张抵用券，您看成吗？免单？我差你这口饭钱！你妈刚才指着我鼻子骂我腌骨灰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不用道歉了，刚才那段我已经发到网上了，让大家都看看你们周明店是怎么开店的。妈，你看看，现在全网都在传你骂人的视频，饭店好评全让你给霍霍没了。霍霍就霍霍，那几个人就是欠骂，多吃2勺辣椒油心疼死我了。我那是替你省钱，你还怪起我来了。省钱？现在客人都退订了，外卖评分从4.9掉到了2.5，这叫省钱？老板，这没法送，客人说这鱼是臭的，鸡肉咬都咬不动。大伯，你这手艺到底行不行？刚才评论区又刷出来一堆差评，炒菜咸，咸菜淡，菜里没有油，汤里一大片，馒头硬，米饭酸，面条像糊糊，发糕像块砖。嫌弃？
嫌弃让他们去吃金子啊？你妈买的那都是便宜货，我能给你弄熟就不错了。还有这个生蚝是熟人贝壳老演员，这怪我吗？那是你妈非要买那筐放了3天的死货。你们要是再这么弄下去，这店非倒闭不可。陈安夏在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出过这种事儿？你还有脸提那个女人？我和你妈忙前忙后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吗？到头来倒弄得我们一身的不是。你2勺他2勺，每人2勺辣椒油，你还开个屁的饭店？直接去当大善人得了。老子吃过了盐，比你吃过的饭都多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倒好，长本事了，该教训起老子来了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好几年，给我在这待着，好好反省。安夏，快看手机，你绝对想不到发生了什么。周铭记又闹笑话了，何止是笑话，米其林对周铭记的正式点评已经出来了，那文字简直比隋叔叔的辣椒还要辣。周铭的饭馆被严重点评了，说服务卫生环境太差。怎么了？这是捡到金元宝了？隋叔叔，您快看看，现在网上全是在骂周铭家的饭店服务态度差，有很多投诉的人。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家餐厅，在非专业这件事上，这家餐厅做得非常专业。非专业中的专业，这不就是指着鼻子骂他们是草包吗？生姜切得跟鸡块一样大，还不挂浆不收汁，这是拿客人的舌头当视频食呢，真是不入流。我当了一辈子厨子，头一回见差评到能把顾客逼成作家的。安夏，你看这遣词作语。这是一篇很愤怒的文字。餐评人是抱着期待去的，结果被周母的泼妇行为和那一桌烂菜给恶心到了。这种文字啊，情感充沛的过了头。如果放在20年前，这种忧郁又愤世嫉俗的文笔，一定能骗到一大波多愁善感的文艺女青年。现在可骗不了人，现在的女青年只会跟着安夏一起看他们周家怎么防倒堂塌。哟，正主坐不住啦。陈安夏，你把我删了。安夏，你在哪儿呢？有事吗？餐厅出了点小问题，你现在赶紧回来一趟。之前餐厅一直都是你在管，这方面的弯弯绕还是你比较熟悉。我看了那些财务报表和差评，真是一窍不通。既然周老板经营有方，怎么还会被难住？行了，陈安夏，上次分红那点不愉快是我欠考虑了，没顾及你的面子。但我妈虽然有错，可你当时在大庭广众下给她甩脸子，也确实不对。做小辈的得有规矩。你现在回来，诚心诚意给我妈道个歉。她老人家心软，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，会原谅你的。告诉他，道歉要跪着，还得把之前那500块的红包再转给我。只要你回来好好干，我也跟我妈商量过了，今年的年终奖给你提到2000。周明，我就不回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2000块你还嫌少？阿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咱们就别让她老人家为了省那点钱委曲求全了。至于那2000块的红包，我就不领了，你留着吧，多买点好烟好酒，就当是我给叔叔阿姨买的降压药了。毕竟周铭记接下来要面对的事儿，我怕他们身体受不了。陈安夏，你这个不知好歹的！ 2000块降压药，安夏，你这一招简直是杀人诛心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挂得好，瞧他那副施舍的样子，真当自己是救世主了。陈安夏，做人要讲良心，餐厅也是你这1年的心血，现在出了问题，你就忍心在这干看着不管吗？现在遇到困难，你就当缩头乌龟。你这种行为，跟那些离婚不要孩子的狠心女人有什么区别？就你这个说爆就爆的烂脾气，我妈说的对，餐厅的账不让你管就对了。离婚不要孩子，这道德绑架玩的真溜。既然他觉得女人当家会塌，那我就让他看看，他那大老爷们儿当家是怎么自取灭亡的。干得漂亮，垃圾就该待在黑名单里。陈女士，您的下宴营业执照手续已经审核通过了，等下周拿证。好的，辛苦您。安夏，你快回来，店里出事了。安夏，隋师傅刚才被送上救护车了。我把手机架在花盆后面了，他冲进来泼漆打人的整个过程全拍下来了。陈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正干活呢。这老头二话不说，拎着2桶油漆就往墙上泼，他疯了一样让我们滚，说这店他不准开。你们店里那位老师傅想上去拦，结果被这老头抡起油漆桶，对着头就是一下。周叔叔，
我赶回来的时候，隋叔叔已经被拉走了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带人闯进我的店打砸伤人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陈安夏，你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？你挺大个姑娘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怎么净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？大家伙都瞧瞧，这就是我那准儿媳妇，还没过门呢，就偷我儿子的主厨，挖我儿子的经理，现在还背着我儿子在外面偷着开店。陈安夏，你这就是在吃周家的肉，喝周家的血。你这种忘恩负义、吃里扒外的做法，简直丢尽了你老陈家的脸。忘恩负义？周叔叔，这店我是签了租赁合同，付了真金白银的，你跑来撒泼，是觉得周明记死的不够快吗？我呸！你那钱哪来的？还不是从我周明手里骗来的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周大山还在，你这不要脸的买卖就休想开张。我现在就让你明白什么叫长辈。别以为你离了周家就能成事，在这1亩3分地上，你做的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，我非给你传的抽遍全城。周叔叔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陈安夏行得端，坐得正，这店是我自个儿掏钱开的，我到底干什么不要脸的事儿了？你看看这满屋子的装修，看看你请的那些人，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居然还在这死鸭子嘴硬，死活不承认。你要我承认什么？这1年来，我为周明记操了多少心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现在我出来了，正儿八经开个餐厅，怎么就变成不要脸？你就不应该开这个餐厅。这滨城这么大，你上哪儿开不行，非得在这儿戳我们的心窝子。你明知道我们老周家正在开餐厅，正指望着那个店养老呢，你转头就开一家餐厅跟我们抢生意。你摸着良心说，你这不是存心拆台吗？你这不是赤裸裸的恶意竞争吗？这老头逻辑真怪。周叔叔，看您这话说的挺溜，但我怀疑您压根儿就不知道恶意竞争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吧？少跟我拽那些词儿，你抢客流、撬员工，这就是恶意。周叔叔，您瞧瞧外面，按您这逻辑，只要您家开了餐厅，对面步行街上那10几家餐厅和火店就都得关门大吉，否则就全是在恶意竞争，全都是在针对您家。少跟我扯那些有的没的，他们开不开餐厅我管不着，也没那个功夫管，我就管你，只要是你开的，就是不行。周叔叔，您这大老远跑过来撒野，帽子扣得挺大呀！少在这装蒜，你明知道我周家正在开餐厅，还没过门呢就急着另起炉灶，这不就是存心抢我们周家的饭碗吗？周明那边现在一团乱，你不回去帮他也就算了，还在这儿拆他的台。你摸着良心说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想看着周明倾家倒产？周叔叔，您这话也太偏心了。分红的时候拿500块钱打发安夏，那时候您怎么不提良心？闭嘴！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周叔叔，别再摆那副长辈的架子了。当初分红的时候，阿姨可是亲口说我只是个打工的。既然是打工的，我离职了想去哪儿是我的自由。何况我和周明已经分手了。当初我走的时候，阿姨可是拿着扫帚把我骂出来的，您忘了？再说说所谓的抢生意，我这家店在城中商圈，你家店在城南，开车都要20分钟，8竿子打不着的2家店，您跟我扯恶意竞争，是不是太扯了点？那员工呢？你请的这些人，哪一个不是从我儿子店里弄过来的？关于员工问题，我劝您还是先反思一下阿姨在店里的所作所为。叔叔，在那边我们连坐一下都不行，安夏姐这儿起码把我们当人看。你给我住嘴！陈安夏，要不是你在中间穿梭，他们敢跑？隋叔叔和宇飞是被你们亲自开口辞退的，这2个员工是主动离职的，这怪不到我头上吧？怎么不怪你？陈安夏，你少在那装清高！要不是你在中间撺掇，许了他们什么好处？他们俩会吃饱了撑的跳槽到你这边。叔叔，您可真会想，谁家员工离职是被人撺掇2句就能走的？周叔叔，关于工资，您可以去打听，他们在我这儿拿的还是原来的标准，我1分钱都没涨。不可能，没涨工资，他们凭什么跟着你走？因为我把他们当成活生生的人。在夏宴，我允许他们工作期间累了可以坐下休息，不需要像在周明记那样，哪怕没客人也得像装木头一样死站着。而且安夏准他们随时去厕所，不像某些人掐着表在厕所门口砸门骂街。少跟我扯这些歪理！不管怎么样，你开餐厅我就是不同意。这滨城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别想顺顺利利做买卖。你马上把这家餐厅给我关了，现在就关，听见没有？周叔叔，我刚才叫你一声叔叔，是看在以前那点情分上，对你已经很客气了。你没完了是吧？我的店还没开业就让你祸害成这样，隋师傅现在还在医院缝针，生死未卜。周叔叔，咱远的不说，就说眼前的，这满屋子的损失，还有打伤隋师傅造成的医药费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赔偿？
赔偿？我赔偿个屁！你睁大眼瞧清楚了，我可是周明他亲爹，是你未来的公公。哼，这天底下哪有让自己公公赔钱的道理？传出去，你老陈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你还没过门就想讹公公的钱，你这是想造反啊？陈安夏，我今儿个就把话撂这儿了，这店只要我周大山活着一天，你就别想顺顺当当的开张。我今天不光1分钱不会赔给你，我还要让你这家店彻底开不下去。你要是敢再折腾，我就让我儿子彻底甩了你，让你这辈子都背着个被周家休了的名声，看谁还敢要你。怎么，怕了吧？怕了就赶紧把装修停了，跟我回去跪着给周明认错。雨薇，报警。好嘞，我现在就打。你打一个试试，我看谁敢抓我！我是他公公。谁报的警？这儿怎么回事？警察同志，我报的警。这位大叔无故闯入我的店面，暴力打砸，还把我们店里的主厨打成重伤送医了。哎呦，警察同志，你别听这小丫头片子瞎招呼，我可是他公公，我进我儿媳妇店里转转，怎么能叫闯入呢？刚才我就是想帮着干点活，结果这油漆桶太重，脚底下打了个滑，我不小心把油漆弄洒了，真不是故意的。不小心，2桶油漆全洒墙上了。那打人的事你怎么解释？打人那更是天大的冤枉，我可没动手碰他一个指头，是那个老厨子自己不长眼，非要往我手里提着的油漆桶上撞，他自己找死，活该倒霉，跟我可没半毛钱关系。大叔，我们警察办案见得多了，但也不是傻子。您说这油漆是不小心弄洒的，成，你怎么才能在不小心的情况下把这油漆洒到3米高的房顶上去的？难道这油漆桶还长了翅膀飞上去的？那咋了？我这人劲儿大，撒得高不行吗？我说了，我就是不小心。警察同志，办案得讲证据。想要证据是吧？周大爷，您瞧好了，警察同志，从他拎着油漆桶进店闹事开始，到他怎么骂人，怎么抡桶砸伤隋师傅，我这儿可全都清清楚楚拍下来了。魏宇飞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别忘了，我儿子周明以前可是你老板，这1年周家没少给你开工资吧？你现在居然反水帮着外人整老东家，你这叫忘恩负义！哟，您老也知道那是以前啊，既然是以前，那还有什么用啊？您现在是我老板吗？还是说以前发的那点工资就买断了我魏宇飞的人格和法律意识了？周叔叔，以前叫您一声叔叔是教养，现在您在我眼里只是一个故意伤害罪的嫌疑人。证据确凿，有什么话回局里再说吧。警察同志，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安夏，你快跟警察说，咱们是一家人。行了，别在这套近乎了，有什么事儿等回了排查组在笔录里慢慢说吧。这视频我会发给周明一份的，让他也欣赏欣赏您的英雄事迹。陈安夏，你可真行。我爸他都多大岁数了，他不过就是性子冲动了点儿，再加上看不得我受委屈，这才过去找你理论。你至于吗？非要把事情做绝，直接闹到派出所来？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把这事儿暂时压住？这件事说到底，本来就是你有错在先，你背着我偷偷开新店，还挖走师傅和宇飞，这放谁身上受得了？我爸那是长辈，他心里气不过去，说你2句怎么了？打2下怎么了？那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吗？打2下。周明，隋师傅现在还在医院缝针，我那满屋子的红油漆还没干呢。我也很好奇，你们老周家怎么一家子都长成这副德行？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，更没兴趣听你那些恶心的逻辑。重新装修的费用，隋师傅的医药费、误工费，还有精神损失费，我算过了，一共8万6。这钱你到底是掏还是不掏？安夏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我爸打你那是家事，你现在开口闭口就是赔偿，你眼里除了钱，难道就真的装不下别的东西了吗？你摸着良心问问，周明记餐厅现在出了这么多问题，是谁造成的？你不仅拍拍屁股不管了，还自己开了一家新餐厅跟我对着干，这换了谁能不生气？我爸那是被你气疯了才动的手，归根点底还不是你先对不起我们周家。再说了，
咱们谈了这么久，我爸就是你爸，他长辈教育晚辈，别说骂你2句，就是真动手打你2下，那又能怎么样？你现在居然为了点钱，要把自己未来的亲公公送进大牢，你就不怕雷劈吗？陈安夏，我也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撤案，咱们2家还有商量的余地。你要是真敢做绝，我周明……警察同志，对方拒不履行赔偿义务，且毫无悔改之意。安夏，你疯了！这人听人听懂人话，没办法沟通了，不用再浪费公共资源进行调解了，麻烦直接立案，走刑事程序吧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找最好的律师把你捞出来。行了，故意伤害他人，寻衅滋事，证据确凿，不仅有录像，还有多名证人。家属回去等通知吧。收押就收押，那是那老厨子命贱，自己往油漆桶上撞的，凭什么抓我老头子？妈，您消停点吧。爸现在进去了，隋师傅那边还要赔一大笔钱，店里口碑也烂了，您还没折腾够吗？折腾，我这是为了保住咱周家的家产。我告诉你，周明，你就是太面了，才让那个陈安夏骑到脖子上拉屎。服务员，这鱼怎么回事？一股子土腥味儿，这肉都散了，明显是不新鲜啊！对不起，先生，我帮您去后厨问。不新鲜，我看你是舌头长疮了，嫌不新鲜去吃金子啊，跑这儿来装什么美食家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就事论事，你这鱼确实……让你吐槽，让你废话，我烫死你个狗东西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喷粪！妈，你疯了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替你教训教训这帮吃白食的。30万，1分都不能少！我弟那张脸要是毁容了，我非让你们全家偿命不可！周先生，鉴于你母亲的行为极度恶劣，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。如果不能达成高额赔偿并获得谅解书，你母亲恐怕也要进去了。30万，那是店里最后的流动资金了。30万，他们怎么不去抢银行？不就是泼了点热水，掉层皮能死人吗？那叫大面积烫伤，人家医生说了，处理不好要植皮的。这钱要是不赔，您今天就得进拘留所跟别作伴去。你冲谁嚷嚷呢？我这都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省那几个菜钱，为了这个家。你现在长本事了，敢教训起你亲妈来了。我看你是被陈安夏给迷昏了头，现在连亲疏远近都分不清了。这跟安夏有什么关系？是您当众泼人家热水，现在店里1分钱流动资金都没了，下个月房租怎么办？员工工资怎么办？安夏在的时候店里井井有条，咱们月入20万。您和爸才来多久？爸进去了，您背了官司，店也要倒闭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女人当家房倒无他，我看是老人唱过全家路绝。你个没良心的畜生！我生你养你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行，你嫌我碍事儿是吧？你觉得那个陈安夏好是吧？那你守着你这破店等死吧！妈，您去哪儿？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儿子。这店反正也要倒了，留在这儿也是等死。这烂摊子，谁爱管谁管。妈，爸还没出来呢，您现在走，谁去派出所送衣服？等他出来，让他自己滚回老家找我。我伺候你们爷俩一辈子，临了还得替你们顶罪，做梦！小明啊，不是大伯说你，这油盐得省着点用。咱的农家院，大伯，农家院那套在城里行不通。你啥意思？嫌大伯手艺不好？大伯，这是您这几天的工钱，我额外多给了1000。哎呀，你这孩子真是……店里的差评全是奔着后厨来的。为了这店不倒闭，您今天就收拾东西回老家吧。周明，你个没良心的小犊子！要不是你爸求着我，我能来这受这份罪？所以我爸现在进去了。大伯，您是想自己走，还是等我把这一地的卫生标准拍给调查组的看？张师傅，久仰大名，工资咱们按之前谈好的，月薪2万5，奖金另算。周老板，工资是其次，我要求后厨必须由我全权负责。
我不希望再看到什么亲戚在里面指手画脚。一定一定，现在这店里我说了算。这后厨的卫生太差，厨具也都不行。周老板想要口碑回来，你还得再出点血。只要能让客流回来，换，全部换新的。周老板想要口碑回来，这底子必须打好。这批和牛和空运的松露是咱们翻身的本钱。张师傅，你这心也太大了。现在店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这冻肉化了冻，多加点香精和嫩肉粉，口感差不了多少。1斤能省50块，一天就是几千块的纯利，这才是生意。周老板，你这是杀鸡取卵。食客的舌头不是傻子，用这种烂东西，我张某人丢不起这脸。脸便值几个钱。陈安夏以前就是太败家，才弄得咱们一年到头看着红火，实际上全给供货商打工了。听我的，原材料减半，利润翻番。这店是我的，规矩我说了算。周总，我看了您店里的情况，底子好，就是缺个火候。只要交给我们红星公关，我保您3月之内一飞冲天。怎么个一飞冲天法？周总，咱家这地段这装潢差个什么？差个名分。我上头有关系，只要营销到位，我保证这一季的米其林星级评定一定有您周明记的名字。米其林？那可是陈安夏做梦都想上的榜单，你真能弄到？你真能弄到？那是自然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请几十个百万级网红轮流探店，把那些异星差评全部刷下去。3个月，只要3个月，您的餐厅评分绝对能回到4.8以上。到时候您就坐着数钱吧。好，只要能压过陈安夏，钱不是问题。周总，这运作费得这个数，5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50万，全款付清。钱给了，我要的效果，你最好一点都别给我缩水。周总，这2位可是咱们业内的顶流，充值界的老手，保准视频一出，您这儿的门槛都得被踏脱。好，50万我出了，我要的就是那种能把陈安熙比下来的震撼效果。周总放心，只要钱到位，就算是堆土，我也能把它夸成金子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在这喧嚣的城市里，我居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滋味。这口感，这劲道，简直就是我妈妈的味道。这是灵魂的慰藉，是周明记给我们的家。兄弟们，来看这一盘神仙级夫妻肺片，周总家的用料那是真的讲究，绝了！你们敢信吗？这菜居然一点脏气味都没有，纯净的就像顶级神货牛肉。哼，脏气味，夫妻肺派本来就是吃那个味儿的。这网红是不是脑子让门给挤了？你懂个屁！这叫高端营销，这要反其道而行之。你就踏实炒你的菜，别坏了我的大事。这女网红我认识，上次说臭水沟的水是圣里的就是她，周明记。就是那家辣椒油要腌骨灰的店，这广告打的也太假了吧！当网友没长脑子吗？怎么回事？评论区全翻车了！你们不是说能控评吗？周总，这叫热度，有人骂，说明有人看。您再等等，返店马上就来。经多方举报及系统核实，您的餐厅涉嫌大规模雇佣虚假宣传人员进行充值式欺诈推广。由于违反平台规则，该餐厅评分已被正式取消。50万，我的50万啊！败了，全败了！大家千万别被那2个探店网红骗了，这家店就是专门骗钱的，不仅菜难吃，老板还雇人刷假评，这种黑心店就该滚出餐饮界。这标签挂得真稳。周明记现在的路人缘，恐怕比下水道的烂菜叶还要臭。这就是透支信用的代价。他以为互联网没有记忆。却不知道虚假宣传这4个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。接啊，快接啊！王总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3个月能翻身。注销了，彻底找不到了。周老板，刚才我也看到网上的动向了，名声烂成这样，这菜我没法炒了，传出去以后我在圈子里没法混。你也要走？我给了你2万5，你收了钱的。那点钱不够买我的名声，工作我不要了，您自个儿在这守着这最不受欢迎的招牌过日子吧。完了，
安霞，你瞧瞧，连隔壁家全滨城公认最难吃的韩餐，现在销售额都能把周铭记按在地上摩擦。意料之中，一个没了灵魂，只剩下算计的餐厅，客流锐减只是开始。老周，这个月的房租已经逾期3天了，还有这水电费，再不交我就直接断工了。王哥，您再宽限2天，最近这客流量您也看到了，等资金回源了，我第一个给您送去。回笼？我看你是要回光返照，赶紧想办法，我这地段不收租不出去。老板，这月的工资催什么催？没看到现在没生意吗？为了省钱，从明天起你们2个走一个，剩下的那个兼职打扫卫生和传菜，工资降2成，爱干干，不干滚，爱干干，不干滚。这种自作坟墓的店，多待1秒都嫌晦气。周老板，这批货虽然卖显开点，但价格是全市场最低的。行，以后就按这个标准送。怎么会这样？200万利润怎么就没了呢？夏宴这店最近在网上非常火，听说主厨是那位拿过金厨奖的隋师傅。可不是嘛，这才是正儿八经做高端餐饮的，不像南边那家周铭记，口碑臭了不说，听说前2天刚关门大惊。安夏，刚才听人说周铭记那边卷帘门都生锈了，那张出队的纸被风吹的就剩一半了。自作孽不可活，没了隋叔叔和你，那里不过就是个空壳子。200万纯利啊！这店本来应该有我的一半。陈安夏，你吃肉总得给我留口汤吧？还有5分钟就开始庆典了，隋叔叔那边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第一锅招牌菜已经下锅，香味都飘出来了。哎，你哪位的？瞎了你的眼！我是陈老板的老公，过来帮忙维持秩序的。周铭，他来干什么？我靠，安夏，他怎么跑台上去拿话筒了？我见过不要脸的，但从未见过像周铭这样能把无耻当成勋章挂在胸前招摇过市的人。喂，大家静一静。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，媒体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。安夏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这脸皮是城墙做的吗？首先，我代表我本人感谢大家百忙之中能够来我们周铭记的分店夏宴捧场。周铭记不是听说倒闭了吗？怎么夏宴变成他分店了？我代表夏宴的全体员工，首先向各位来宾致以最亲切的问候。大家都知道，周铭记这一年火遍滨城，今后夏宴将会完美依托周铭记的核心经营理念，我们要为大家献上更多顶级美食，让每一位走进夏宴的食客都能够在我们这儿体会头家一样的感觉。安夏，你干什么？现在我周铭将携手周铭记和夏宴的全体工作人员，为大家隆重接。哎呀，我的药杀人了，救命啊！周铭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谁告诉你夏宴是周铭记的分店的？是你那个只剩下空壳贴着出队告示的周铭记，还是你那个烟雨灰的辣椒油给你的自信？就是，别在这儿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夏宴就是夏宴，是我陈安夏一个人的店，它不是你那个早就出队已经倒闭了的周铭记。你周铭现在跑到我新店开业的台子上，又是问候又是致辞，你在这刷什么存在感？不好意思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各位看笑话了。我跟我女朋友发生点小不愉快，还没哄好呢，她还在跟我生气，这脾气大得很。不过大家尽管放心，我们2个人的私事争吵绝对不会影响夏宴今后的经营，毕竟夏宴是背靠周铭记的，咱们的根基还在，味道还在。夏宴会接过周铭记的衣钵，继续在餐饮界发光发热啊！
周明，收起你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。我最后再说一次，夏宴是我陈安夏独资开的店，从选址到装修没用过你周家1分钱。这家店跟你那个已经倒闭的周明记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现在要你马上滚下这个台子，立刻离开我的视线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要报警了。毕竟我有理由怀疑你在公共场合寻衅滋事，意图侵占他人财物。警察叔叔快来啊，这儿有个神经病冒充老板了。陈安夏，你疯够了没有？台下这么多大人物看着，你非要让我丢脸下不来台，你才甘心吗？我爸都被你送进去了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非要逼得我周家家破人亡，你才觉得痛快吗？那是他罪有应得，放手！放手！陈安夏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我跟你交往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就非得把账算得这么清楚吗？你当初帮我管店，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咱们俩早晚都是要结婚的，你的还不是我的。这家店既然是你开的，那跟我开的有什么区别？乖乖闭嘴，配合我把开业礼行完，否则我让你这店第1天就变成笑话。周明，收起你那套自作多情的马戏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我跟你早在2个月前就已经彻底分手了。当初我们合伙经营周明记，我陈安夏掏心掏肺干了1整年，可你呢？你联合你爸妈抓着我没出钱这件事不放，过河拆桥，拿500块红包当羞辱，硬生生把我从周明记踢了出去。这些你敢当着大家的面承认吗？周明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要是没我找来的金厨奖随答复，要是没我请来的专业经理宇飞，要是没我这1年来辛辛苦苦运营的所有平台账号，就凭你整天钓鱼打牌屁事儿不管，你那破餐厅能有200万的年利润吗？原来是这种人啊！吃掘墓没成，现在又来蹭前任的热度。就是他妈在店里连辣椒油都舍不得给客人加，全滨城都知道。看到挣钱就把我踢出去，现在自己经营不善，倒闭了，遇到困难了，又想起回头找我来演深情戏。周明，你身为一个男人，到底还有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廉耻心？这家夏宴是我陈安夏自己卖了所有的积蓄投的钱，是我自己一个一个请回来的专业团队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安夏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是谈过婚事。谈婚事？你是不是忘了你爸是因为什么被抓进去的？夏宴要是像你说的，真是你跟我合伙开的，你爸他脑子有病吗？他会专门拎着油漆桶跑来我店里打砸闹事，还把主厨砸成重伤。你满嘴谎言欺骗我感情，还让你爸来我店里闹事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人不就是南边那个周明记的老板吗？对，我也认出来了，他就是那个整天什么事都不管，只知道在店里冲大头的甩匪掌柜。大家伙儿可别被他那身西装骗了，这1年来周明记能火，全是靠陈老板在操持。他除了坐在那儿收钱调戏小姑娘，啥也不会。何止啊，他妈更是一绝，就是那个网上出名的辣椒油女王啊！谁多舀一点辣椒油，都要被他妈指着鼻子骂整整10分钟，说人家要回家腌骨灰。原来是这家店啊！那老太太简直像疯了，听说前2天还拿开水泼客人，赔了几10万呢。周明，听见了吗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以为你那点肮脏事儿能瞒得住谁？这种男人就是餐饮界的败类，自己把店作死了。现在看陈老板的新店开业，就像个精神病一样跳上台嘚瑟，想分一杯羹。跪下去！跪下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安夏，你帮我解释一下。解释，周明，这就是你自导自演的结局。大家安静，听我说，事情真的不是陈小姐说的那样。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明白合伙人之间难免有点利益摩擦。周明，这儿没人买你的账。陈安夏，你就算不看我的面子，也得看咱们那3年的感情。这1年周明记是怎么火，你我心知肚明。夏宴现在这么火，分我一杯羹怎么了？我只要20%的股份，只要你点头，我立刻帮你平息网上的舆论。感情？周明，你这种垃圾也配谈感情？小赵，去后府把那筐刚送来的臭鸡蛋给我拎出来。安夏，当初咱们在老街吃1碗馄饨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狠心的。周老板，既然您这么喜欢赖在台上，那我们就请您吃点加餐，给我砸，往死里砸！别砸了，你们这群疯子！哎呦，滚！带着你的无耻滚出这儿！
隋叔叔，抱歉，开业里让这种人搅和了。不，安夏，这场戏演得好。我在这行当干了几十年，头一回见这种极品。我当年要是有他这么不要脸的劲头，恐怕我做什么都会成功的。各位久等了，夏宴今天开业酬宾，凡排队领号的客人都送一份随主屋秘制甜点，请大家按序进场。安夏姐，3号桌和8号桌又要加菜，都是隋大夫的招牌。通知后厨按序出餐。雨飞，外面排队的客人多给准备点柠檬水。安夏，爆了，彻底爆了！第一天就这阵仗，咱们这地段选的太绝了。意料之中。火候，火候，说多少次了，这道菜收汁要快。隋师傅，您这手艺真的是咱这小城的定海神针。对，就是这个味儿。隋师傅这手艺，那真是吊住了咱们的老胃口啊！之前去南边那家吃，简直是花钱买罪受，还是夏宴正宗。这环境，这服务才叫吃饭。夏宴，槟城餐饮热搜第1名。安夏，你看评分。在这座旅游小城里，夏宴总算是站稳脚跟了。何止是站稳，这评分一路飙升的速度，简直是给全槟城的餐饮业一个降维打击。安夏，外头的客人都说要见见老板，谢你把这好味道给找回来了。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。周明，你永远不会懂，餐饮的灵魂从来不是算计，而是这口锅里的温度。雨飞，这灯光调低2度正好。放心吧，安夏，每一处细节我都盯着，这种温馨的氛围才是留住食客的第一道关卡。记住，咱们夏宴美味的食物是命根子，要是味道差1分，就别想从我这儿端出去。明白了，师傅。快看，这就是网上爆火的夏宴，这门头设计绝了，随手一拍就是大片。各位，这边拍照光线最好，拍完可以试试我们主厨的推荐菜，绝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安夏，今天又有大半是外地慕名而来的游客，全是冲着打卡咱们的美食和氛围来的。那是，我这老骨头的手艺，加上你们这细致入微的经营，没理由不红。很多人都说夏宴是运气好，撞上了风口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夏宴的成功不是巧合，更不是天掉馅饼。这是夏宴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先生，请出示预约号。先生，请出示预约号。我是你们陈老板的生意伙伴，我有重要投资要跟他谈，耽误了事儿，你赔得起吗？不好意思，陈老板交代过，姓周的一律不准进。安夏，那块牛皮糖又来了，这已经是本周第3次了吧？他在门口跟保安吵呢。不用理他，让保安按规矩办事，要是敢闹事，直接报警。安夏，你等一下，就给我5分钟。周明，你真的很闲。我是来找你谈正事的。我知道夏宴现在正准备开分店，需要资金，对吧？我手里还有50万，这是我最后的老本了。安夏，我用这50万入股夏宴，股份我只要10%，以后分店的账咱们一起管。咱们这关系，有这50万投进来，夏宴绝对能更上一个台阶。入股？当初你们一家3口算计我那200万利润的时候，吃相多讹卡，我至今还历历在目。用50万就想买我夏宴10%的股份，你是觉得我还没被你们周家坑够，还是觉得我陈安夏这辈子就非得在你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？陈安夏，我是为了帮你，现在除了我，谁还会真心实意投钱给你？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这种脸，你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。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再重蹈覆辙。这位先生涉嫌骚扰，把他请出去。以后在夏宴方圆100米内，我不想看到这个人的影子。动作快点，别熏着客人的胃口。陈安夏，你会后悔的，没了我你什么都不是。
现在的我只想让他离我越远越好。陈小姐，您是不知道，自打周家那档子事儿闹大后，这地方就跟中了邪似的，谁听了周明记的名头都绕着走。这地段不差，差的是名声，差的是名声。房屋到期1个月了，连问的人都没有。陈小姐，只要您肯接手，租金我再给您降30%，不，降1半。这儿还留着周明他妈的遗产呢。安夏，你真打算花钱盘下这烂摊子？半年了，夏宴已经饱和，我们需要新的增长点。我要用最少的钱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地盘。安夏，这次怎么不搞精装了？这叫轻装潢重装饰。去，把那几组北欧风的网红家具摆到落地窗前。好的。硬装改动小，成本才低。我们要的是氛围感。陈总，我们的策略是视觉先行，只要在社交平台上把这些角度炒火，这儿就是滨城下一个流量地标。轻食、低卡、高颜值，这简直是把周明记留下的那些油腻味儿洗得干干净净。我要让大家彻底忘掉周明记，只记得这儿叫青石小筑。宝子们，快看，滨城新开的打卡神店，这墙纸，这光线，随便一拍都是电影质感。味道清爽，关键是这儿太好拍了。我记得以前这儿是家老餐馆，叫什么来着？忘了。还是现在这样好，看着就舒心。欢迎光临，我们店里任何地方都可以美美出片，需要帮您拍照吗？安夏又爆了！咱们的宣发团队说，今天在朋友圈的刷屏率是全城第1。精心的设计就是为了捕捉消费者的眼球，只要能出片，流量就永远不会枯竭。这一年大家辛苦了，夏宴和青石小游的成功离不开各位，这是给大家的年终奖，这是给大家的年终奖。安夏姐，这里面得有3、5万吧？这也太多了。拿着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那种羞辱和轻视，我以为赤骨铭心，可现在想起，竟像上辈子的事一样遥远。安夏，酒喝的差不多了，告诉你个绝对劲爆的消息。怎么？周明又有动静了？何止有动静，周明记彻底关门后，他爸被放出来了。老周家那几10万存款全攥在周明手里，他带着全家回老家了。他妈在老家给他安排了个相亲对象，据说是某单位的。周明的虚荣心又上来了，他在老家那个3线城市，甚至连市场调研都没做，直接一把梭撒又开了家周明记。在3线城市开那种高价门面的高端餐厅，他脑子还是没转过弯来。可不是嘛，仅3个月，那店就面临倒闭，连个水响都没听见。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，最精彩的是他那个相亲对象，那个女人临结婚前跑路了，不仅跑了，还卷走了周明全家最后保命的30万彩礼。30万，这可是他的全部身家了。周明报了警，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把人找着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个女人是个职业骗子，那30万早就被他在那边挥霍得一干二净，1分钱都没剩。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没保住。怎么了？谁给你发的短信？没谁，一个推销酒水的。推销酒水的，这大半夜的还真是敬业。要不要我找人去投诉他骚扰？不用，不用。那种躲在阴沟里的烂货，多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，更不值得为了他动气。姐，陈安夏，你接电话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辣椒油，我的辣椒油呢？雨飞，敬这一年的房倒屋塌，也敬咱们这一年的浴火重生。从今天起，滨城餐饮界咱们说了算。陈总，第3家分店的选址已经定了，就在周明记以前的老铺对面。安夏，你可真狠，这叫专业。我只是想让他明白，餐饮这行不是谁都能玩得壮的。500块红包买断了我的体质，而现在的这一切才是我陈安夏应得的江山。